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现在版本的话啊，赛季初已经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了。这个版本确实比上个版本各种秒秒秒啊，各种很轻松的，对吧？把对方打完就不太可能了，还是得要有一定的拉扯，然后到大后期才说可以到处秒秒秒。但你像2件或者3件的时候，还是得有一个操作空间在里面。还有就是现在的维鲁斯不是大削了吗？那大削以后呢，现在整体的这个装备就是英雄的强度来说，肯定就会有一个变化。现在发现晋的那个怎么说呢？晋的那个反倒是成了版本比较强势的 ADC 之一。维鲁斯的话，现在也是因为它可以打一个高爆发嘛，就是能让团战的时候减员的话，其实后续团战就很好打了。所以维鲁斯那个卢锡安现版本的话也是比较强势。就是你看这两边的话，卢锡安的对线能力是其实不差的。对面泰坦的话也是比较强势哈，但没关系。卢锡安的话更多的是等收集者做出来以后打支援型，然后等他装备成型有就是绿叉这里的话，找到一个，但是对面泰坦一直给到一个控制，太烦了。那这样的话泰坦走不掉了，杀心很重。这里可以看到迅捷步伐的一个效果，就是回了一口保住自己，不然的话会被收得很厉害。暗黑收割的话确实后期很强势，打的就是这个新符文哈，但是他前期对线能力太差了，如果带暗黑收割的话，这刀妹跑上来在蹭兵线吗？还是想干啥？哦，想吃塔皮。泰坦又来了，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回头，肯定会勾你的。像第4下的品内有一个必定暴击，尽量去给到对方。这里的话，剑圣来了，直接开大追，但是太着急了，应该往前，就是来得太迟了，被看到了主要是。这里的话打了个控制，但没有4级，没点到大招，他给了 Q， 完了，那这样的话人头送出去了，这里面就发现了个失误。这下好了，卢锡安反倒又收了个人头。如果刚刚有大招的话，其实可以蹲在后面释放大招，然后帮助队友去打输出就行了。可惜他没点到。那他应该是就是有时候你在打着打着，突然是吧弹出来的时候，该点的时候，你又会下意识的有肌肉记忆的去点它。像现在的话就是肉坦，还有一些法师辅助会比较强势前期。塞纳的话特厉害，因为他是纯被动的这种技能机制怪。这里卢锡安跑出去了，对方看他出不出来，终究还没忍住。那这样的话，卡特，是卡特。刀妹是辅助
不对，这刀妹就是中单，我看错了，我看着有点像卡特了。刚刚的卢锡安有点贪了，想去吃血包继续兑现，不想浪费这个优势，反倒是把优势送出去了。对面刀妹来这个下路来得很勤快，这里的话先回家把这个小的破甲给那个破甲给做出来。有这个破甲的话，其实对线会舒服很多。就像有一些特定的，像破甲这件破甲，还有像那个减治疗的装备，就是小剑哈，它的功能性给你带来的就是更优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会比一些小剑带来更多的优势。就有时候这些装备你可能必须得先回家补一趟。这里的话，收集者出来了，你再不回去做的话，6分钟的团是不好对的。像6分钟第一件是基本上标准式的话是要做出来，不做出来的话，团战是很难打。这里 W 控住，先不管其他人了。打个输出，对面辅助的话应该是跑不掉吧，毕竟有迅捷步伐的，还有疾跑，再不行的话，直接交大招去杀都可以。对面的鳄鱼也很凶，回头拉一手，但是还是拉不开。但对面掉2个，龙的话是抢下来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对面闪现拉开了。对面卢锡安的话玩的是很好啊，就是每次都是关键的时候。他刚刚在前面的时候不交闪，主要是就是想要靠着血量能不能把那个剑魔给杀掉，然后再闪现拉开，这是他肯定的一个就是高手的一个想法。但只不过剑魔不上头啊，他就及时回头了。这里的话一个 Q 场，但人头也是给到对面了。对面的鳄鱼，像他这种稳定控制，你就必须得拉开。对面有泰坦，有这个鳄鱼的话，这里的话打不出很好效果，所以赶紧收了过去帮忙。这剑魔大灭很舒服，但 W 的话，对面没有一是不在范围，二是看到也没有太多的那个有没有印记在身上，就是队友必须得碰到对方有印记，才能说达到一个控制。就是进这种手长，而且有爆发。又能补上伤害，反倒是这个版本很舒服的 ADC。你像那些，卢锡安的话，强势是强势，就是爆发高嘛，但他有可能会被打爆，就是线上打爆的话就没什么太大优势。这版本的像金克斯啊那些，还有女警啊，就是比较刮痧，他们的伤害爆发伤害不高，持续伤害有是有，但是必须得第4件开始发力，这种情况下游戏很大概率就已经结束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里面一个刀妹的斩杀线就是那么高啊！我跟你说，满血级是斩杀线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中期的话，射手只能去中路了，不能那个的。其实这里面绝后哥是想去贪那个上路的那个残血塔，但反倒是被对面抓住机会。
这里剑魔传送下来救一下辅助，但这剑魔他这么能打吗？大招已经没了，没了的话他打不动的。这里直接开大支援队友，看看能不能秒掉一个。但好像哦，这里刀妹 Q 上来，刚好接了一发最后一下，伤害最高的大招3杀。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就是镜可以，就是说你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安全的放个大招。对面没有像梦魇这种，你就完全可以先放大招都没关系的。如果对面有梦魇啊，或者说安倍萨这种，能直接越过来，就是发现你在哪里开大以后，直接越过来打断你，然后给贴近。这种情况下，队友是不好救，也不能说正面团放掉，然后回来救你。像有了火炮以后，确实就是说，最开始的就是打团前的一个远程消耗的一个爆发，很舒服啊。这里打到一个控制，但好像伤害并不是很理想。这里大招能把对面的刀妹秒掉已经很不错了，这里又把辅助给秒掉了。剑魔可以顶在前面的，剑魔有大招，技能命中了，但没有强化的平 A， 只是第3下。刚刚如果第4下的话，其实对面的皎月已经死了。这里面可以看到。对面是没有技能，所以绝活哥打得很激进哈。急跑搭配这个火炮，这种就前期就是你前期爆发就很高，然后后续。有第4发的那个被动去保底，等那个破甲弓做出来，对面完全就扛不动这个爆发的。近的话，其实2件套、3件套，就是对面不是优势的话，2件套就可以发力。但如果说这里面打了起来，A 不到了就直接开大招，对方只有逃的份。都是人头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对方如果说就有肉起来了，比如说上单或者说比较肉的那种阵容，你就必须得3件套才更好的去发力。就那个镜确实这个英雄就是那种极限的那种那种什么。极致的圣念，就是远程击杀敌方的那种圣念。但是他就是这种被人贴近以后不拉不开的话，他就是很惨的一个 ADC。他不能像卡莎那样子，就说可以近战4件套以后，对面处理不掉这个剑魔剑圣回头，哇，都是石像鬼的板甲，那剑圣老砍错人，发现。对面好多那个护盾，其实这里面必须有那个中单或者打野去做一个护盾，那个破盾的。这里面剑圣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做破盾，所以剑魔可以做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残血，哇，辅助直接闪现上去绑住。
中路的话很容易被开的，刀妹切上来，所以得小心点。不过这种情况下有双招，还有那个狂风之力这件装备的那个，其实就不怕的。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拆下路高地的，对方给控制没给到射手，就泰坦的大招在手游里面没那么好给，没那么好给到对方的 ADC， 就是 ADC 身上，你必须得锁到人先。这里的话，进远程一个对门开大，对面都不敢上来。首先减员，然后状态也不好，技能 CD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能。一般我说没有太多技能，就是大招的意思啊，因为大招才是开团关键的一些决胜的一个。对面刀妹闪现上来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刀妹有大招就不一样，他就是敢这么上来给你打一套，但也就能打到这个射手。但这里面的话 ，Timo 在后面被人追了，残血状态不是很好的。剑魔的话，大灭没有续上来，但比较可惜了。那就还上吗？可以。这大叔玩的也很凶。这里的话，尝试秒掉一个，但不是很好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去拿龙魂，对面拿了大龙，劣势的一方拿大龙，其实做不了太大的推进，比方说就是把节奏往后推一下。对面泰坦还闪，海克斯闪现，闪过来就给大招，还好有那个被动的一个加速，特别是近的话有了这个就是拿迅捷加上那个迅捷不罚的这个符文，两个符文搭配，说实话移速特别快，而且再加上被动，所以进这个我跟你说。肯定还会削的，在下个版本，这太离谱了。但唯独就是他怕被近身，但现在进这种高移速的状态下被近身真的太难了，而且伤害特别高，你看到没有？1000的，就是半血2/3就是斩杀线吧，他的那个强化平内。如果 Q 技能命中，其实满血可以秒的。这里复活甲做出来的话，对面就没得打了，可以下一波龙团的时候直接一波了。因为对面杀掉镜的话，交完技能已经没办法打的。如果就是说你不交技能去杀这个镜，你又杀不掉他，而且有狂风之力，还有那个有主动装备嘛，然后有两个技能都在的。这里可以去排眼，把眼排掉。对面又是给大招，这样的话可以远程直接开大招，直接伤害打满。对面刀妹直接突脸上来了，完了，
我这里拉扯，闪现什么都交了，复活甲也被打出来了。剑圣的话回去把卢锡安秒掉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可以一波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